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会聊的科技话题呢，是关于我最近对于 AI agent 的一些观察，还有我对于 digital employee 就是虚拟员工或者数字员工这个概念的一些想法，还有我在目前为止整个 AI 发展看到的一些东西。那我自己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半年之后呢，我们会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大概会有一半以上的一些工作呢，都是可以由 AI 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呢，人类的这些白领工作呢，很可能在半年之后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是可以由 AI 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学习如何去使用 AI agent 的一个时候。那我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一些趋势，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心得。那在开始我们正式话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聊的是我最近的一个感悟，就是我发现到要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必须找到如何去进入心流。那什么样的东西是心流呢？我觉得心流它就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忘记时间，就好像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我会突然间发现到，诶，我只玩了一下，为什么天黑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明明没有做到什么事情，但是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心流感觉，也是我觉得想要找到人生中工作的一些幸福感或者成就感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都知道很多工作是非常无聊、非常闷或者非常没有意义的，所以如果你需要把你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里，可能对你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办法能够在这工作中找到一个进入心流的方式呢，其实你就能够改变整个现状。突然就像回到刚才讲的例子，你会突然间发现到，诶，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今天的忙碌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呢，我又获得了很多很多成果，而且因为时间过得非常快，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人生中算是一个最幸福的状态。如果我们的人生中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必须是在工作上面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所以我这段时间就是不断的去看这样子的一些书籍，就是到底怎么样可以进入心流。然后我目前为止找到的几个方法，就是能够让你进入心流的。首先第一个呢是你的工作环境必须先设定好，也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非常让你能够非常专注的一个工作环境，比如说可能不能够是有一些跟可能游戏啊相关的东西，或者是会打扰你，可能你的手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去打开抖音？你要如何让自己的手机不打开抖音？如果你处在的环境是非常嘈杂，或者是非常容易让你分心的话呢，那它对于你进入心流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需要换一个环境，然后找到一个环境让你呢没有那么容易分心，能够专注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第二个是你的工作难度，或者是你的这一个任务的难度呢，它必须是有一点挑战性的。就是如果你今天做的工作如果非常非常无聊的话，是吗？你就会很难进入心流，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闷的一个工作，没有什么挑战性。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太过难，就是它的挑战难度太高的话呢，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压力。那这个很大的工作压力呢，也会让你很难进入心流，甚至会有很多负面的一些情绪、负面的一些东西会延伸出来。所以其实最适合呢，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就是你找到的这个任务呢，它是有一点挑战性。就是以你之前的经验是没有做过的，但是根据你的经验呢，可能只需要再多一点点努力呢就能够做到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稍微有一点挑战性的工作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是进入心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调整你的任务的话，那你就可以调整一个做事情的方式，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在我本来做这很无聊的这个任务里面呢，加入一些更有挑战性的元素，比如说我规定我自己一定要在20分钟里面做到，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呢，来让这个任务从原本的无聊变成是稍微有一点挑战性。再来呢，这个任务一定是要有及时反馈的，就像你打游戏，当你打赢了一个关卡，马上就会获得一些奖励。我觉得这个你完成了每一个任务之后呢，它都必须要给你一些反馈，证明你做到了，或者是你现在做到了什么进度。因为这个反馈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会帮你带来一些成就感，它会让你觉得今天的时间没有白过。所以我觉得你在设计你的任务的过程中，也必须做到这个东西，要不然你的每一天的工作会非常非常的无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长远的目标是什么，这样子你才能够有一个概念是，诶，今天我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能够很明确的知道我其实是在往我的目标有一步的靠近了。所以如果你每一天都能够往前一步的话，你就会觉得今天很有成就感，今天过得很愉快，你就更容易进入心流的状态，你就更容易在这个非常难熬的工作中呢，瞬间的能够度过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必须学会的一个技能。其实我觉得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应该专注在很有趣、很好玩的一些工作上面，然后把一些无聊的一些工作呢，
尽可能的换个方式，或者是可能让其他人来做，或者是可能让其他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完成，让我们能够专注在真正好玩、真正有趣的地方，真正有及时反馈的地方。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每一个工作其实都是会有很无聊的部分的，重点是你要如何把这些无聊的部分给去除。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可以带入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是不是有这些无聊的工作，或者是一些重复性很大，但是没有什么成就感的工作，我们是能够交由别人，或者是别的 AI 来做的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近这半年以来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 digital employee，就是接下来我们会提到很多的虚拟员工。那这些虚拟员工主要呢，它就是一个 AI agent 嘛，它就是一个 coworker，它就是一个帮助你工作的人。那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AI 呢，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非常大的一个趋势，也能够真正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解决把我们很多重复性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做，让我们在工作中有更多的成就感。所以我觉得它是刚好相通的。所以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那最主要这个东西，我觉得会发起来，当然是因为 Claude 的这一个模型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它做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步。那又推出了像是 Cowork，然后像 Perplexity 也跟着推出了 Computer，或者是像是现在最流行的龙虾 OpenClaw 呢，它都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工具。它的本质上呢，如果你想要真正的理解这个概念呢，你就只需要理解它就是你的一个虚拟员工。如果你有了一个虚拟员工的概念呢，你就能够瞬间理解我要他做什么，跟他能够做到什么。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多人非常疯狂的在养龙虾，或者是在使用 AI agent 帮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在前2集也开始不断的在分享的，就是我怎么样去用 AI 真正的帮我完成事情。那首先呢，我必须来看的东西是最主要跟你在使用的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这样子的聊天机器人差别，就是像一般上这样子的机器人呢，大部分的它的底层逻辑呢是你问他问题，他帮你寻找答案，最后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做的部分必须由你自己去做。但是呢，像这样子的 AI agent 的最终的逻辑就是你给他一个指令，他直接做，然后你再去确认他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是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啦。简单来讲，一个就是给你方向，但是你自己去做。另外一个是他做给你，但是你是去检查的，所以这两个最本质的差别，就让现在整个 AI 的发展呢进入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大家一直在说 AI 能够提升生产力，我觉得最主要就在于这个地方。然后最近也因为技术的成型呢，我觉得让现在这个整个 AI agent 跟整个 digital employee 的这个概念呢，现在是我觉得已经是处于初步，而且是属于真正可以执行、真正成型的一个阶段了。如果你理解了这个能够把 AI agent 当成是一个员工的概念呢，你就会完全的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员工啊，就好像你也是希望你的家里会有一个full time 的一个女佣来每天都帮你做工嘛，这我觉得它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在每个人心中都希望有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工具能够帮助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突然间有了一个虚拟的员工，然后这一个的员工他是没有情绪的，他是24小时都能够做事情的，而且呢，他的成本是比一般请人还要低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员工。我觉得每一个主管呢，在他们心目中呢，都有一些对于这些员工的一些标准，我觉得他是通用的，就是他觉得什么样的员工是一个好员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你当然是希望它能够24小时的工作啦，就是不管你是在假日、公共假期，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半夜的时候呢，它都能够帮你做事情，随时都能够找到它，随时都能够回复你嘛。当然，你说人类当然是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呢，但是如果今天是 AI，似乎又可以完全的打破这个界限呢。只要你有办法连上网，你24小时都可以让它去做事情。然后呢，它是任劳任怨的，也就是讲，你今天给它错了一个方向，你不需要照顾它的情绪，你只需要告诉他，请重新做过。但是如果是人类的话呢，你今天跟他说，这个东西我发现到你做出来的成果是完全错的，因为我少给了你某一个资讯，不好意思，你可以帮我重新做过吗？那这个人类呢，肯定是在你的背后已经咒骂你的祖宗，可能已经一轮了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就是 AI 不会有这些情绪上面的变化，它是非常专业的，持续不断的帮你在做事情的。然后再来是不偷懒嘛，就是它不会因为今天心情好或心情不好，或者是昨天太迟睡，昨天熬夜，或者是昨天失眠，导致他今天的工作效率非常的低，他能够持续的保持同样的工作效率或者更好的工作效率，然后真的是把你想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中间不会很可能把这一个步骤给忽略，或者是这些小细节全部都忘记了，他能够很好的去执行到每一个东西。那最后呢，就是自己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很多的员工呢，其实他们是没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就是当你丢给他一个问题，
他看看看，他发现他不会解决，他又把那个问题丢回给你，请问我应该怎么做？请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大家想象中。一个好的员工，一定是你给他一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做，你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会自己去想办法找到这个解决方案，然后最后把这个东西做好，把这个东西做完，然后中间可能来跟你讨论，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方向可以去执行。我觉得这几个标准呢，就是可能这么多年以来，当我们提到工作上面，大家想象中一个好员工应该要做的事情，而我刚才讲的所有的东西呢，现在都能够让这个 AI agent 来做到，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去很疯狂想要去有自己的 AI agent，尤其是在中国非常火热在做养龙虾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不断的在设定自己的一些虚拟员工。或者是虚拟的一些助理，帮他们做到很多他们日常很希望别人能够帮他们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具体上这个虚拟员工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呢？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现在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助理，不管是我在个人的生活上面啊，或者是工作上面，我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助理。比如说这个助理就是专门在帮我看健康相关的，就是我任何健康的东西，他会提醒我要吃药，他会提醒我最近吃很多东西，然后可能接下来要多做运动，或者还要提醒我现在是5点的时间，请现在立刻去做运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想象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助理。那你也可以是一个个人的助理，比如说他去帮你管理你的一些可能财务，或者是管理你的家庭，还能够连接很多你的智慧家居，然后能够去帮你开灯关灯，能够去帮你看你的 CCTV， 看有没有什么人经过，然后告诉你该早上的时候有一个送货员，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呢，其实当然是由人来做是最好嘛。但是如果今天人太贵的时候呢，AI 又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工作中也是一样，总是会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工作中一定会有很多很无聊、重复性，然后又需要他去思考这个目前遇到挑战怎么去解决。这一个 AI 却能够完全的做到这些事情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好去帮助你在工作中变得更有效率，帮助你能够完成更多事情，帮助你的团队能够很容易、很快速的能够扩大，它就变成非常有用的一个虚拟员工。那如果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最主要它目前的 AI agent 会突破呢，是因为最近有几个技术已经非常成型了。首先呢，第一个是关于 AI 的这个技能包，也就是说呢，现在有了 Skills 或者是 Connector MCP 的这样子的这2个模式呢，现在这个 AI 你是能够清楚的告诉他你做这个事情的流程1、2、3、4、5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今天想要训练一个厨师，你就可以想象是，你可以告诉他，哦，我一般上我炒饭的那个流程是这样子的，我炒面的流程是这样子的，这些很细节的地方呢，全部你都能够去很好的做设定。那这个 AI 呢，它收到了这个指令，或者是它学习到了这个技能包之后呢，它是能够完美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向去执行的，它不会去漏掉某一个步骤，它也知道这个时候它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它会乖乖的按照你想要它做的方式去做，所以就变成是你能够很好的把这个 AI 给训练好，让这个 AI 能够快速的扩充它的一些技能，就变成是它的这个技能能够越学越多，或者是你能够突然间让你电脑上面的20个 AI 全部都有了一个新的技能，它就能够帮你做到更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因为现在这个 AI 有了这个技能包的这个能力，同时间它有了调用工具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它现在能够调用的工具种类越来越多，它能够有更多的接口去接可能一些企业的一些数据库，这些东西呢都能够让 AI 去读取到。当它读取到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关键信息，它就能够像你一样去思考该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或者该怎么样去做下一步。所以有了这样子的最大的差别，当它能够调用的工具更多，当它能够看到的信息更多，肯定呢它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能够变得更强。再加上呢，它有一个非常主动自己去解决能力的这一个思考模式，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嘛。它在做一个问题之前呢，现在已经完整的出来，就是它会先去 planning， 就是它会先去听完你的这些意图之后呢，他会尝试去理解到你想要做到的东西是什么，他会尝试去理解自己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技能包，有什么样的一些文件是刚刚读过的，有什么样的一个 connectors，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工具是可以使用的。有了这些概念过后呢，他会规划成一整套的流程。比如说，他觉得可能我需要做1、2、3、4、5、6、7、8这8个流程，我才能够把你想要做的这个东西给完整的做到。他会规划了这个之后呢，他才会开始去执行。执行的过程中呢，他就是会1、2、3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接着做。可能中间遇到挑战，他就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现在有了更多思考的方法，他会自己去想，当我不能够从这个角度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还有什么机会？他可能会从其他的角度，或者是最后向你询问，或者是最后直接选择放弃。但是呢，他会去想
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解决他是目前为止遇到的这个中间这个挑战，让他能够把整个流程给完成，让他能够把整个工作给完成。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整套逻辑都已经完全成型了，所以现在 AI agent 的那个发展才会变得如此的快速，才会突然间让你感觉到，诶，昨天那个 AI 还是一个非常偷懒，还是一个回答问题没有真正的思考完就回答我，或者是他为什么最近好像变得更加的笨了？昨天还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今天呢，现在这个 agent 却能够帮你把整套事情给做完。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于这些底层的地方，底层的技术已经完全的准备好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最让我震撼的一个技术呢，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 AI 的这个偷懒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其实现在遇到的挑战就是全球的 data center 是不够的。也就是说，这些 AI 厂商呢，他们想要提供你一些更好的一些工具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挑战，就是它的 AI 可能本来是需要思考100次之后呢，它得出来那个答案的质量才是最好的。但是呢，可能现在因为 data center 不够，全世界太多人使用，全球的需求太大的一个关系呢，导致它必须只能够让这个东西去减少。比如说，它可能只是思考了20次，它就直接回答你了。那这样子没有经过一个深思熟虑就完成了一个东西，肯定就会有这些偷懒问题，或者是他可能会发现到，在读取的过程中，可能刚好这个晚上很多人在使用这个 AI，所以他本来能够去读懂你的这个图片的，但是读懂图片需要消耗很多很多算力，所以他决定告诉你，我其实没有办法读取你的图片，或者是我暂时没有这个能力能够读取你这个图片，他直接把这一步给省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之前一直以来 AI 都有一个偷懒问题，加上呢 AI 其实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在于它的记忆力不是无限的，就跟人一样，它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只是因为它记忆力现在变得很大，所以它理论上能够记得比人类记得的东西更多。但是呢，大总是会有一个瓶颈，如果你今天给他看了很多很多的文件，很多很多的资料，他还是会遗忘，或者是你这个是一个聊天的接续的过程嘛？你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上面有这么多的资讯一直在堆叠下来之后呢，到了一个程度呢，他就会超过他的记忆力之后，他就会开始删除之前的一些记忆力，来确定他能够维持在这个记忆力里面，所以他就会开始可能做错事情，因为他忘记了前面也讲过这个东西不能做，但是他现在把这个记忆力给移除了，所以就会有很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之前 AI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当他发现到他记忆力快结束的时候呢，他会迅速的做一个总结。比如说你让他去做这样子一个收集资料的一个任务呢，他可能只是做了一半，然后突然间他发现到记忆力不够，所以他就后面的这一半都不做了，直接给你一个总结，直接跑出来所有的答案告诉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变成他的工作质量会非常的受到质疑。但是我在扣问里面看到了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他的逻辑呢，就是当他发现到他的记忆力快满的时候呢，他会自己帮自己做总结，他直接用用户的方式呢，直接帮自己发送一个信息，他直接告诉他，这个是我目前为止工作的一些总结。我目前为止可能这1 2 3 4 5 6 7，我做到了1 2 3这3步，然后你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东西。当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之后呢，他就算是功成身退了，因为他的记忆力用完了嘛。这个时候呢，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他就直接跳出了下一个 AI 呢，继续的接手做这个东西。那这个 AI 一进来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任何的记忆力，他是全新的一个状态进入这个工作，他就会看到前面的人帮他留下的这个日记也好，他就看到了哦，我需要注意的东西是这样子，我需要读取的东西现在要读取到这里，我要继续去读下去。通过这样子一个接棒的方式，他就能够不断的召唤新的 AI，持续不断的把这工作流程完成。也就是说呢，现在 AI 已经做到一个程度，是它能够真正的去执行完整个任务。因为有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所有的技术，它现在能够一步一步的把所有的流程一字不漏的，或者是每个流程都不会偷跑的一个情况呢，把所有流程都走完，最后给你的那个答案的质量，或者是给你的那个成果，肯定是足够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为止 AI agent 最强大的地方，跟每一天都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个地方啦。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想要用 AI agent，或者想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虚拟员工帮我们做事情的话，我觉得你就应该去想，我有没有什么一些工作是非常重复性，或者是我不想做的，或者是它非常适合让别人来帮我做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有了一个更便宜的选择，我不让别人，我直接让这个 AI agent 或者这个虚拟员工来帮我完成就行。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你去测试你的这个整个工作流程，或者是你想让他帮你完成的这个任务呢，能不能够最后被这个 AI 给执行完成。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现在就开始去把一些重复性的任务不断的学习怎么样去让 AI 去执行。我觉得在未来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头了。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我们的工作肯定是会变得更加轻松，因为很多东西都能够让 AI 来做了。我们人类可能在未来就会有需要转变成一个更加新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其实现在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速度是加速了，就是大家已经可以想象，当 AI 能够自己去生产 coding，当 AI 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变得更好，它现在开始不断的在写一些程式，来帮助自己能够接到更多的工具，来帮助自己有更多的技能包，来帮助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好。所以现在这个 AI 呢，它就能够加快它的自我迭代的这个速度。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可能觉得，哇，现在 AI 这个技术发展这么快，但是未来我觉得它还有可能更快。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呢，以前是有人来训练他，以前是有人来告诉他要这样子做，他才能够做到。可是现在他却能够自己帮助自己更快的做到，不需要再帮他写 coding，他自己可以帮自己写 coding，你只需要给他方向，他就能够自我迭代，他就能够每一天都比昨天变得更加厉害。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恐怖的地方，当他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我觉得整体的整个 AI 的产业跟整个 AI 相关的所有东西呢，都会发展的更加快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呢，其实都会发展更加的快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未来需要的那个人才，完全是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就是我觉得在未来，可能企业会需要的人才呢，真的是如何知道去使用这些虚拟的员工去帮你做事的这些人。然后所有的专业，我觉得它都会非常的两极化。我这里用可能 IT 的产业来举例子啦，就是你可以发现到，可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不再需要去写 coding 了，所有 coding 都是由 AI 来做。可能以前呢，会请很多的人来手动去写 coding，就是在整个行业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是完全没有了。所有人都变成是，包括我像我这样子一个门外汉，我也知道怎么样去能够让 AI 帮我写 coding，能够让我去做到我想要做到的一些软件。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呢，它就会去到非常两极，就可能8到98%的人可能都是偏向属于通用的这个阶段，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的东西是差不多。那这里可能还在手动写 coding，或者是他还在 AI 产业最新的一些研究的这些方向的人呢，他们的能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他这个能力很难被获得，他需要累积很多行业经验才能够变成这样子。但是现在呢，会少了很多让你能够累积行业经验的这些岗位，因为这些岗位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主管去思考，为什么我还需要请那么多人？为什么我不能够让这个 AI agent 直接帮我做？所以变成是有更少的人有这个机会，所以就变成是更多的人只能够被当成是通用了，就是可能他的这个直接就失业了，因为这个已经变成一个通用能力，它不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门槛。但是呢，真正的技术门槛却又变得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真正能够懂这个，真正能够有经验做过这个，现在变成这样子的这个人呢，非常的少，在未来会变得更加的少，所以大家只能够花更多更多的钱去请到这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两极化。所以这一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还有就是我看到了整个 AI agent 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在接下来半年里面，更多的白领工作，或者是大部分的白领工作，都会被这样子的一个虚拟员工给取代。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